可能大家刚开始减肥或减重的时候，都会去网上查一些训练动作，可是，一搜你会发现各种运动，包括有氧、无氧、力量举、HIIT、CrossFit 等等等等，看得眼花缭乱，反而不知道该练些什么了。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呢，咱们就一起来看一下，到底哪种运动形式在单位时间里燃脂效率更高，消耗更多的卡路里。同时，我会根据这些资料以及我个人的经验，给大家提供一份训练计划，让你在下次想运动的时候，知道自己该练些什么。那么话不多说，现在开始。OK， 其实大家都知道，减脂最重要的就是要少吃多动，也就是要有热量缺口，对不对？那假设咱们现在的饮食不变，是不是就需要提高自己的消耗量？哪种运动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点呢？在2001年，一个叫身体活动汇编的网站给了我们答案，它里面包含了从上山砍树到晚上时间管理，几乎所有运动的消耗量。那就以我自己为例子的话，我现在是82公斤，根据它网站所给的公式，如果我什么都不做的话，每分钟消耗1.4卡；仰卧起坐每分钟消耗4卡；大部分的力量训练每分钟消耗5卡；深蹲每分钟7.2卡；健身环大冒险中等强度每分钟消耗5.5卡；椭圆机7.8卡；中等强度自行车9.8卡；慢跑10卡；打篮球11.4卡；而跳绳则需要每分钟17.7卡。我把这个网站以及计算公式也放在评论区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自己查一下。那看到这儿，你可能会想，是不是我选择一个单位时间内卡路里消耗最多的运动，就会有最好的减脂效果呢？如果你这么想的话，就掉进了我给你挖的陷阱里。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单纯的看卡路里数呢？主要有2个原因。首先，咱们可以对比一下刚才我所说的跳绳和自行车这2种运动。大家试想一下，当你做跳绳这种运动的时候，你最多能连续不断的做多久呢？对于我来说，可能10分钟，咱们就按15分钟来算吧。那我15分钟消耗的是266卡，而中等强度自行车，我相信绝大多数小伙伴都可以做到30分钟以上。那按30分钟来算的话，就是294卡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，像这种强度非常大的运动，我们的心率也会更高。当我们的心率达到最大心率的80%甚至90%的时候，主要给我们供能的来源是肌糖原，而并不是脂肪。而当我们做快走自行车这种中低强度运动的时候，我们的心率是在最大心率的60%-70%左右。持续一段时间之后，咱们脂肪作为供能来源的比例反而会增加。总而言之吧，大家要记住的就是，单位时间内消耗卡路里更高的运动，并不代表它的燃脂效率就更高。那看到这儿，可能有小伙伴会问，我听说那种高强度间歇性训练，也就是 HIIT， 是燃脂效率最高的运动。没错，根据这些年调查研究发现 ，HIIT 确实可以帮助我们节省很多时间，因为咱们在做完这种高强度运动之后，在休息过程中，你仍然在持续消耗热量。但是这种运动形式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那就是绝大多数人根本达不到这样的状态。给大家举一个例子：3, 2, 1, okay, and go as fast as you can. Sprinting, that's looking really good. Really good. Excellent. Keep it going, You're halfway. Keep it going. 5 seconds to go. 3, 2, 1. Stop paddling. OK， 这是在实验室中进行的非常标准的一组 HIIT。当他在做到第15秒的时候，速度有明显的下降，不是说他不想做了，而是说他没有能力做下去了。我们只有在每组都达到近似于这样的状态，并且心率在85%以上，才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HIIT。一组动作结束之后呢，你会非常难受，根本说不出话来。所以说句实在话，如果是我来做，没有人盯着我的话，可能在第15秒我就放弃了，因为从心理上我们就不想达到那样的状态。所以尽管 HIIT 从理论上来讲是一个很高效的运动方式，但是我并不认为它适合所有人，因为不仅我们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高强度，同时新手的话还会有受伤的风险。OK， 那话说回来，我们到底该做些什么才能最大化减脂效率呢？那根据我自己的经验以及上面说的理论呢，我给大家总结出2个非常重要的点。第一个就是，无论你做什么样的运动，大家都应该把心率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。高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220减你的年龄乘以60%到70%。对于我来说呢，就是113到132左右。怎么暴露年龄了？那刚才讲过了，当我们长时间维持在这个心率区间的时候，我们脂肪的利用率会增加。所以如果你有条件的话，我强烈推荐入手一个手表或者手环，这样的话你可以实时监控自己的心率。那第2点呢，就是无论是男生和女生，
我都推荐大家在你平时的计划里融入一些力量训练。根据2012年的调查，你就发现，在对比了只做有氧、只做力量以及力量加有氧的3组人群之后，他们发现，尽管力量加有氧这组人群从体重上和其他2组并没有太大的区别，但是从体脂率、肌肉量以及整体身形上产生了最大的变化。所以，就算你的目标是减脂，我仍然推荐大家融入一些力量训练在你的计划里。当然了，如果有条件的话，最好是去健身房进行系统训练。那接下来呢，结合我上面所说的2点，我给大家提供一套训练动作。这套计划包含了上面我所说的卡路里消耗数比较多的动作、抗阻力量训练，以及全程维持在一个中高心率水平这3点。如果你的目标是减重减脂的话，而且也不知道该练些什么，可以尝试一下哦。咱们现在开始。首先，咱们做一个弓箭步加肩膀推举的组合，选一副中等重量的哑铃放在肩上，先向后做一次标准的弓箭步。紧接着做肩上推举，全程保持你身体稳定，动作不要太快。还原之后再进行另一侧的弓箭步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同时刺激腿部力量、核心稳定性以及肩膀肌肉的组合。做16到20次，总共3组。现在重点来了，当咱们休息的时候，你要做一个跳跃性的动作。你可以做强度比较低的左右横跳，也可以做这种开合跳，甚至是高抬腿。但无论你做哪种动作，咱们的目的就是在休息的时候仍然能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心率。60秒结束之后换下一个动作。接下来俯身划船加硬拉，双脚与肩同宽，在保持背挺直的情况下，身体前倾，向后抬你的手肘，感受背阔肌的发力，然后还原到起始位置，同时收缩你的臀部和腹肌。这个动作可以有效强化咱们整体背部的链条，包括大腿后侧、臀部、腰以及背阔肌。如果你觉得比较简单，也可以增加难度，用单腿来做。这样的话，因为咱们身体需要保持平衡，它会消耗额外的卡路里。同样15到20次，总共3组，然后进行积极性的休息。下一个动作俯卧撑加登山者。在做完一个俯卧撑之后，紧接着向前做2次踢腿。这个动作可以很好刺激咱们的胸部以及核心力量，因为全程你都需要保持一个平板支撑的状态，所以还是有点难度的。如果你做不了俯卧撑的话，可以先用膝盖着地，再起身做踢腿。15到20次，总共3组，然后下一个动作。接下来相扑式硬拉加弯举，将哑铃放在地上，2只脚打开，在保持背挺直的情况下，将哑铃拉起来。起身之后，紧接着做一个2头弯举。这个动作可以很好刺激到你的大腿内侧、臀部以及手臂。全程大家千万不要弯腰或者内扣你的膝盖，保持动作的节奏可以稍微慢一点，15到20次，然后积极性的休息。最后咱们做单臂推举加起身，躺在地上之后，一侧的膝盖向两边打开，起一个支撑作用。同侧手做推举动作，然后慢慢起身。起身的时候可以用另一侧手来帮你起来，同时眼睛要一直向上看。这个动作可以很好刺激咱们的胸部以及核心的稳定性。要做的规范还是很有挑战性的哦。单边做10次之后换另一边，总共3组。OK， 这就是今天这条动作。大家看到所有的动作呢，都是2个以上动作的组合。这种类型的训练，因为用的肌群比较多，所以它的卡路里消耗也比较大，所以你会发现自己心率上升的非常快。另外要强调的一点是，如果你的主要目标是增肌，那我推荐你仍然使用传统的先做力量再有氧的方式进行训练，因为这样可以确保肌肉在组间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恢复，从而挑战更大的重量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的完整内容。如果大家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别忘了给我转发、点赞、评论、收藏、投币啊！没有关注我的小伙伴，别忘了点击关注。其实对于减脂来说，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很多人在运动中经常看自己消耗了多少卡路里，但其实在我看来，运动强度也就是心率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我建议大家下次不管做什么类型的运动，都稍微带一点目的性，看看自己的心率，达到一个适中的强度，你才会看到很好的效果。那今天视频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